先别急着把那瓶护肝保健品加进购物车，住在欧美的朋友注意了，你手推车里那几样看起来很养肝的所谓健康食品，可能正在悄悄给你的肝脏加负担。今天我要告诉你10种欧美超市随手可得的护肝黄金食材，从生化机制、烹饪禁忌到饮食协同，全部拆解给你听。不只是清单，是真正能帮你在海外超市精准出手的护肝指南。建议先点赞收藏。我们从生鲜区最容易被忽略的宝藏开始讲起。第一种，很多住在欧美的华人根本没注意到，它就摆在那里，每次经过都视而不见。它叫朝鲜蓟，英文名是 Artichoke， 在 Whole Foods 或者 Trader Joe's 里都能找到它。外形像一颗绿色的松果，层层叠叠，个头比拳头大一圈。它的营养定位可以用4个字概括：护肝、通胆、低卡、高纤。同时达标的食材真的少见，每100克的热量仅约47千卡，膳食纤维高达 5.4 克。对于需要帮助肝脏排毒、改善胆汁流动的人来说，简直是一剂天然处方。从生化机制来看，朝鲜蓟真正的护肝杀手锏在于它含有的阳激素。不用记这个名字，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它能直接刺激肝细胞分泌更多胆汁，帮助分解脂肪，同时加速毒素从肠道排出，不让它们在体内循环2次伤肝。研究显示，它还能有效降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减少脂肪肝的形成风险。当胆汁流动顺畅，脂肪代谢压力自然跟着减轻。在超市挑选时，记住一个窍门，用手轻轻捏一下叶片，发出清脆声音的才是新鲜的。叶片软塌无声的说明已经脱水，营养大打折扣。朝鲜蓟的营养天敌是长时间水煮，水溶性的多酚类物质会全部溶进煮水里被倒掉，建议改用蒸煮或直接烤箱烤，保留更多活性成分。这里要特别提醒，如果你本身有胆结石或胆管阻塞的问题，朝鲜蓟强烈刺激胆汁分泌的特性反而可能引发不适，建议先咨询医生再食用。饮食协同上推荐搭配柠檬汁，柠檬里的维生素 C 能协助阳激素更好的被肠道吸收，两者配合护肝效果更稳定。朝鲜蓟买回家后不要急着剥叶子，整颗用湿厨房纸包好放进冰箱，能多保鲜5天不变色。第二种，很多人看到超市里那一颗颗深绿色的蔬菜就下意识绕开，觉得颜色越深纤维越硬越难消化，但西兰花是个例外，英文叫 broccoli， 无论在 Costco 的大袋冷冻装还是 Whole Foods 的有机散装区，你都能轻易找到它。西兰花的营养定位核心在于它惊人的硫化物密度，每100克含有约91毫克的维生素 C， 是柠檬的将近2倍。对于肝脏来说，慢性低度炎症是导致肝细胞损伤的主要推手之一，而维生素 C 正是对抗这场无声战争的核心武器。从生化机制深入一层，西兰花含有一种叫萝卜硫素的成分，研究显示它能有效激活肝脏内一条叫做 NRF2 的抗氧化防御通路。这条通路一旦开启，肝脏清除自由基的效率会大幅提升。红椒和西兰花里特有的这类硫代葡萄糖苷成分，还能协助肝脏完成第2阶段的解毒程序，把脂溶性毒素转化成水溶性形态，顺利排出体外。西兰花的营养天敌是过度水煮萝卜，硫素在高温长时间加热下会迅速分解，建议先洗后切，蒸5分钟足矣，或者直接大火爆炒，锁住活性。这里要补充一个注意事项，如果你正在服用血液稀释类药物，西兰花里的维生素 K 含量不低，建议保持每次摄入量稳定，不要突然大量使用。在国外超市，你会看到一种叫 broccolini 的细茎小西兰花，茎更细，口感更嫩，抗氧化物密度反而更高，非常适合直接煎着吃。西兰花买回家先别洗，干燥用保鲜袋装好，放冰箱，能多保鲜1周不变黄。这里要暂停一下，你现在在哪个国家？留言告诉我，下次我针对你所在地区的超市出一份专属护肝食材采购清单。接下来这2种食材是欧美超市里随处可见性价比最高的护肝双雄，也是海外华人餐桌上最容易被低估的隐藏主力。第3种，在任何一家大型超市的生鲜区，你都能看到一袋袋棕黑色的蘑菇整齐摆放着，英文叫 cremini mushroom， 也有标注为 baby bella 的不同，华人区域叫法不同，台湾叫洋菇，大陆北方叫褐蘑菇，南方则常称为口蘑或中菇。
价格便宜，但在营养学家眼里，它的护肝战略地位极高。看数据 Cremini 的表现堪称模范生，每100克热量仅约22千卡，含有丰富的硒元素，每100克约含26微克。这个硒含量在蔬菜类食材里属于顶级水平。从生化机制深入分析 ，Cremini 最独特的价值在于它含有的麦角硫因。很多人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肝细胞承受着慢性氧化压力。麦角硫因是一种极其稳定的天然抗氧化剂，能有效深入细胞线粒体层面，清除那些连普通抗氧化物都够不到的深层自由基。此外，它含有的 B 族维生素，特别是核黄素和烟酸，是肝脏完成脂肪氧化代谢不可或缺的辅酶原料。不论是大食饮食模式，还是权威护肝指南，蘑菇永远在推荐名单里。升糖指数极低，饱腹感却很强，是减少精致碳水摄入、保护肝脏免受糖毒性损伤的理想替代品。在超市挑选时，有个实战窍门，选那种菌盖紧密、没有开散、底部均褶、颜色均匀的。越紧实的蘑菇活性成分保留越完整。蘑菇的营养天敌是过度水洗，它像海绵一样会迅速吸水，建议用湿厨房纸轻轻擦拭表面，不要放水里泡，然后直接高温干煸出水分再调味，这样护肝活性物质的保留率最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如果本身有痛风或尿酸偏高的情况，蘑菇的嘌呤含量不算低，建议控制在每次100克以内。不要天天大量吃，蘑菇买回家后别用密封袋装，用纸袋或者纸巾包裹放冰箱，让它透气，能保鲜1周不变黏。第4种是这2年在欧美健康圈红透半边天的食材，姜黄根，英文叫 Fresh Turmeric Root， 很多地方也直接标注为 Turmeric。 为什么它这2年在国外超市这么火？因为它不仅仅是香料，它被公认为是护肝抗炎饮食里最具研究支撑的天然功能食材。每100克鲜姜黄的热量约354千卡，活性成分姜黄素含量约 3% 到 5%， 换算成实际使用量，每天5克鲜姜黄片就足够发挥功效。从生化机制进阶来看，姜黄素能有效抑制肝脏炎症信号通路里的核心开关 NF-κB。你不用记这个名字，只需要知道，当这个开关被关掉，肝细胞的炎症反应就会显著降温，脂肪肝的进展速度会被有效减缓。这就是营养医学里常说的天然抗炎在饮食中的具体体现。美奥诊所的多项研究将姜黄列为辅助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重点研究食材。在国外超市，你一定要留意那种新鲜的姜黄根，而不是粉末装的。新鲜的生物利用率远高于磨粉后的产品。挑选时选表面光滑、颜色橙黄鲜亮、没有干瘪皱纹的。姜黄素的营养天敌是单独食用，它本身是脂溶性的，离开油脂吸收率极低。建议每次吃姜黄时搭配少量橄榄油一起烹饪，并且加入1小撮黑胡椒。黑胡椒里的胡椒碱能让姜黄素的吸收率提升近20倍。有一点要留意，姜黄有温和的促进胆汁分泌作用。如果你有胆结石，每次用量控制在3克以内比较稳妥。姜黄根买回家后先不要清洗，直接用保鲜膜包好放冰箱，可以保存2周。如果买多了，切片后冷冻，随时取用。第5种是欧美超市里长得不起眼，但护肝研究资料最丰富的绿色食材，它叫水田芥，英文叫 watercress。在英国超市和部分美国有机超市，你会看到它用小树包扎好售卖，叶片细小，精细如丝。每100克的热量仅约11千卡，维生素 K 含量高达250微克，是十字花科蔬菜里维生素 K 密度最高的品种之一。在营养定位上，它被公认为护肝排毒饮食里最低负担，同时最高效的蔬菜之一。从生化机制来看，水田芥含有一种叫苯乙基异硫氰酸酯的成分。你不用记这个名字，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它能精准激活肝脏第1阶段和第2阶段的双重解毒系统，帮助清除包括苯类化合物在内的多种环境毒素。当肝脏的解毒通路都运转顺畅，血液净化速度加快，全身的代谢废物清除效率就会跟着提升。它的升糖指数几乎为0，对血糖没有任何干扰，是脂肪肝合并胰岛素抵抗患者非常理想的日常蔬菜。挑选时选叶片翠绿、茎秆脆挺、没有发黄软塌迹象的。越
越新鲜的水田介意硫氰酸酯含量越高。水田界的营养天敌是高温久烹，建议最多轻微焯水10秒，或者直接生食放入沙拉。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要提醒，水田界的维生素 K 含量极高，如果你正在服用华法宁等抗凝血药物，请保持每次摄入量稳定，不要突然大量食用，以免影响药效。饮食协同上，水田界搭配橙子片是很经典的英式沙拉做法。橙子里的维生素 C 能帮助护肝，植化素更好被人体利用，两者搭配口感也出色。水田芥买回家后最好当天食用，如果需要保存，把根部树枝插在1小杯清水里，盖上保鲜袋放进冰箱，能多保鲜2天不蔫。第6种在欧美烹饪中是灵魂级香料，建议护肝人群优先选择那种带皮的枕头大蒜，英文叫 garlic。 为什么大蒜比很多保健品更值得信赖？数据告诉我们，每100克大蒜含有约33毫克的维生素 C， 同时富含一种叫蒜氨酸的硫化物前体。当大蒜被切开或压碎后，蒜氨酸迅速转化为大蒜素，这才是真正发挥护肝功效的活性形态。从生化机制和药理角度来看，大蒜素能有效抑制肝脏脂质合成酶的活性，帮助减少肝细胞内脂肪的积累。我们常说脂肪肝就是肝细胞里堆满了甘油三酯，当大蒜素帮助抑制这条合成通路，脂肪的堆积速度自然慢下来。此外，大蒜富含硒元素，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核心原料。这种酶是肝脏对抗氧化损伤的第一道防线。在营养定位上，大蒜是天然的增味利器。对于需要限制盐分摄入、觉得食物淡而无味的人来说，大蒜能提供层次丰富的辛香与回甘，是替代食盐和味精的最佳选择之一。大蒜的营养最怕过早下锅久炒，大蒜素非常怕高温，建议先把大蒜切碎或拍扁，在室温静置10分钟，让大蒜素充分生成，再下锅快炒，这样护肝活性物质的保留率更高。饮食协同上，大蒜搭配橄榄油效果更好。大蒜素属于脂溶性，用橄榄油低温拌炒，能显著提升吸收率。有2点要补充，生大蒜的刺激性较强。如果有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记得一定要充分炒熟再吃。另外，大蒜有温和的抗血小板作用，如果正在服用阿司匹林或抗凝血药物，请保持每天用量稳定，不要突然大量使用。学会用天然辛香料替代盐罐，你的肝脏就多了一道防火墙。切大蒜怕手留异味，在国外厨房有个好方法，切完后用不锈钢餐具在流水下搓手，异味就消失了。第7种是华人餐桌上最熟悉的食材之一，却在海外超市经常被错误对待，它叫鸡蛋，英文叫 egg。 在欧美超市你看到的通常是棕色外壳的 free range 鸡蛋，或者标注 pasture raised 的放养蛋。很多人以为吃蛋黄会升高胆固醇，从而伤肝，其实这是一个已经被推翻的老旧观念。每颗鸡蛋含有约125毫克的胆碱，这个数字是护肝的关键。从生化机制深入来看，胆碱是肝脏合成磷脂酰胆碱的必要原料，而磷脂酰胆碱正是肝细胞把脂肪顺利转运出去的核心运输载体。当胆碱供应不足，脂肪就会积压在肝脏里出不去，这就是胆碱缺乏与非酒精性脂肪肝之间的直接关系。研究显示，每天摄入足量胆碱能有效降低脂肪肝风险，效果甚至优于某些保健品补充剂。它的升糖指数几乎为0，对血糖没有干扰，是需要控制碳水，防止肝脏糖毒性损伤人群的理想蛋白质来源。挑选时记住一个窍门，选那种标注 pasture raised 的放养蛋，蛋黄颜色更深，沉胆碱和脂溶性维生素密度也更高。鸡蛋的营养天敌是高温油炸，过度加热会让胆碱部分氧化失活，建议优先选择水煮、温泉蛋或低温炒蛋。补充一点，鸡蛋白里含有一种叫抗生物素蛋白的物质，长期大量生吃蛋白会干扰生物素的吸收，煮熟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如果买回家的鸡蛋短期吃不完，在欧美超市买的鸡蛋一般没有清洗表面的保护膜，建议冷藏保存，不要放在室温下超过2天。第8种是欧美超市绿茶区旁边常见的一种叫做 matcha 的粉末，也就是抹茶，英文就是 matcha。 在 Whole Foods 或者日系超市，你能找到品质较好的食品级抹茶粉，价格从10美元到30美元一罐不等。每100克抹茶的儿茶素含量约1300到1400毫克，是普通绿茶的约3倍以上。
对于需要支持肝脏抗氧化防线的人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从生化机制来看，抹茶最核心的护肝物质是 EGCG， 也就是表酶石子儿茶素酶石子酸酯。你不用记这个名字，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它是迄今研究最充分的天然肝脏抗炎与抗纤维化活性成分之一，能直接抑制肝星状细胞的活化，减缓肝纤维化进程。对于脂肪肝进展到肝炎阶段的人群意义重大。抹茶的升糖指数极低，以茶代糖饮是替代含糖饮料，减少果糖对肝脏冲击最简便的日常习惯。挑选时有一个实战窍门，选颜色鲜亮翠绿的，颜色发黄或发棕的，说明氧化严重，活性物质已大量损失。抹茶的营养天敌是用沸水冲泡，高温会破坏儿茶素结构，建议用80度以下的温水冲调。有2点要留意，抹茶含有咖啡因，如果晚上容易失眠，建议早餐或午前饮用，不要在下午3点后喝。另外，抹茶的草酸含量不低，如果有草酸钙肾结石病史，建议适量饮用并搭配牛奶，钙质能在肠道里结合草酸，减少被吸收的量。储运时，抹茶粉开封后极易受潮和氧化，买回来马上转入密封闭光的容器，放进冰箱冷藏，能多保存3个月不变味。接下来最后2种食材是欧美超市冷藏区和坚果区的隐藏高手，不仅能丰富护肝餐单的层次，更是对抗肝脏脂质氧化损伤的强效天然处方。第9种，在国外超市的坚果货架上，你总能看到一袋袋用透明包装封好的小坚果，形状像大脑皱纹，这就是核桃，英文叫 walnut。很多人以为坚果热量高，护肝人群应该远离。其实核桃是被误解最深的护肝食材之一。每100克核桃含有约9克的 Omega-3 脂肪酸，具体形式是 ALA， 也叫阿尔法亚麻酸。这个数字在植物性食材里几乎无出其右，是保护肝脏免受脂质过氧化损伤的关键营养素。从生化机制来看，核桃含有丰富的精氨酸，这种氨基酸能协助肝脏合成一氧化氮，帮助维持肝脏内部微血管的弹性和通畅性。当肝脏血流顺畅，营养供给充分，肝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就会更强。此外，核桃里的谷胱甘肽前体物质能帮助肝脏补充最重要的内源性抗氧化剂储备。研究显示，每天食用1小把核桃，能有效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肝脏美血指标。挑选时选那种带壳整颗的，或者选真空、密封包装，标注 raw unsalty 的生核桃，避开经过烘烤调味的加工核桃仁。核桃的营养天敌是高温烘烤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高温下会迅速氧化，产生自由基，反而伤肝。建议直接生食或低温慢烤。有一个隐藏使用技巧，核桃仁表面那层薄薄的棕色色皮千万不要剥掉，那里集中了大量的单宁和多酚类抗氧化物，是核桃护肝价值最精华的部分。如果核桃吃起来有明显的油哈味，说明氧化严重，请直接丢掉。氧化的油脂摄入比不吃更伤肝。储运时，核桃开袋后放进密封罐，放冰箱冷藏，能多保鲜3个月不变哈。第10种，要解决住在欧美的护肝人群在超市面临的最大困惑，想吃沙拉，但又担心高温烹饪破坏护肝活性物质，买不到熟悉的亚洲蔬菜。这时候请把目光转向大力士菠菜的低卡替代者羽衣甘蓝等等。先别关掉视频，我知道羽衣甘蓝你可能已经听过无数次，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它的正确吃法和它到底保护你的哪条代谢通路才是真正关键的部分。英文叫 Kale， 在欧洲也常标注为 Curly Kale 或 Nasnato Kale。 为什么连营养科医生都反复推荐它？数据会说话，每100克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K 含量高达817微克，是任何一种绿叶菜都难以匹敌的数字。从生化机制来看，羽衣甘蓝含有大量硫代葡萄糖苷，在人体消化过程中会转化为异硫氰酸酯类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激活肝脏负责解毒的 CYP 酶系统，让肝脏把脂溶性环境毒素顺利转化成水溶性形式排出体外。它的升糖指数几乎为0，对血糖完全没有干扰。挑选时选叶片深绿、叶柄扎实、不软塌的，嫩叶口感最好，脑叶纤维过硬，难消化。饮食协同上，羽衣甘蓝搭配橄榄油和柠檬汁效果很好。橄榄油帮助脂溶性维生素 K 更好吸收，柠檬汁提升整体口感的清爽感。
羽衣甘蓝有一个重要的烹饪技巧，生食之前先用手用力揉捏叶片1到2分钟，这个步骤叫做 Mastaging Kale， 能有效软化细胞壁，让苦味减轻60%以上，同时让护肝植花素更容易被肠道吸收。建议吃之前再淋酱，不要提前拌好放置，否则会迅速出水塌掉。最后提醒一点，羽衣甘蓝属于十字花科，含有天然的促甲状腺种素。如果本身有甲状腺功能低下的问题，建议轻微焯水或蒸熟后食用，减少这种物质对甲状腺碘代谢的干扰。这种叶菜容易藏细沙，建议用盆浸法，让沙子沉底，换2次水最保险。好了，从朝鲜蓟聊到羽衣甘蓝，10种食材全部拆解完毕。现在我要特别提醒，欧美超市里还藏着3个隐藏的护肝陷阱，千万别轻易踩进去。它们是标榜排毒的果汁冷压饮料、高果糖玉米糖浆调制的所谓天然能量饮品，以及各种标注了 Liver Cleanse 字样的保健茶包。这3类产品的糖分或者某些肝毒性草药成分含量远超你的想象，看到了直接跳过。还要教大家看懂欧美超市标签里一个隐藏代码，对进阶护肝人群非常关键。在欧美超市，你常会看到标注了 cold pressed、raw 或者 unpasteurized 的食用油或者果汁，这类通常保留了更多天然植物酵素与多酚成分。大家要建立一个重要认知，加工程度对食材护肝效能的影响有时候比食材种类本身还要大。很多人迷信有机认证，觉得贴了 logo 就代表护肝效果更好，但从护肝生化角度看，有机和非有机的植化素含量差异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显著。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最小化加工和最短储运链。在美加地区，越来越多农夫市集开始提供当天采摘的超新鲜蔬菜，从地到餐桌不超过24小时，活性酶保留率比超市冷藏架上摆了5天的有机菜高出数倍。如果你在超市看到标注了 locally sourced 蔬菜，那是真正值得优先选择的信号。新鲜度比认证标志更能直接影响你吃进去的护肝活性物质含量。不过，如果买的是普通没有特别标注的超市蔬菜，千万别以为洗洗就好，农残问题依然存在。建议用小苏打粉兑水浸泡5分钟再冲洗，才是万无一失的做法。最后，我想帮大家建立一个正确的心态。高脂饮食和过度加工食品本身并不是突然让肝脏崩溃的凶手，真正危险的是日积月累，你摄入的炎症性食物总量超出了肝脏的代谢修复极限。护肝饮食的核心不在于恐惧，而在于建立一套可持续的日常管理习惯。如果你追求精准高效的护肝生活，优先选择你能识别成分、能控制烹饪方式的全食材，而不是依赖各种保健品和排毒疗程。聪明的护肝人不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而是学会识别真正对肝脏友好的食材，选择那些生化机制清晰、在地随手可得的选项，把健康的自主权重新握回自己手里。护肝不是修行苦旅，而是学会在超市货架前找出那条最适合自己的日常生路。住在海外，生活本就不易，调养身体更是一场持久战。如果你在国外超市看到任何长得陌生、拿不准能不能护肝的食材，拍下包装上的英文标签，描述一下外观，发在留言区，我会陆续为大家解答。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把这期视频分享需要护肝的朋友。祝愿大家肝酶稳定，面色红润，胃口常开。